欢迎第一组的伙伴们、宝宝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啦。好快啊，又要4月快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了一个4月的大情报。那4月份有什么样的惊喜内容，就在今天帮你们揭开。我们今天会有主要的一个能量神谕卡，看看你们的4月底运哦，整个总体能量是怎么样。然后细部还有我们的工作的部分、金钱啊，还有情感、人际关系，以及最后的精神感觉。所以总体能量会非常的丰富，我们一定要看下去。首先呢，我们的1号宝宝，你们的牌已经都看到了，都出来了。你们选到的这一张主牌，这是关键啊。这上面有好多钥匙，然后有一扇门，然后你们下面的关键字是什么？改变路线。这如果用在我们的那个能量的解读上，它其实是一个华丽的转身的前提，你需要改变一些方向、一些策略。所以抽到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啊，宝宝们，4月的关键字就是价值的重塑。这种重新塑造、重新的改造你自己，就是改变路线的主要的原因。你有那个动机，你想要改造某些东西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关键的讯息。它意味着啊，你原本的坚持在某个方向啊，或某个计划，或某个人事上的东西，或许在一些技巧上或者是方法上需要做一些改变，不要执着原来的样子或原来的方式。然后你就会看到这3把钥匙，虽然门啊还没有开启，但是很可以看到的这样子的意象的表达，就是你其实有很多机会，但如果你坚持在某一个你固有的状态、固有的习惯或固有的方法里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3只钥匙。你的门啊打开的方式有很多，甚至看到，只是你可能在选择，说不定路线也有了，但是怎么去选一条好的路线？别担心，这个不是迷路哦，而是一个必要的修正。我认为这3只钥匙有可能在某一个状态里面，你们有3个方案或者3个想法。那这3个不一定是3啊，讲的是多数。你有多数的一个资料的收集来源，或者是说判断的标准，那你正在分析当中，所以这不是迷路，它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自我的改正。而这样的改正啊，就会让你的人生转个弯啊，而且要配合在旁边这一个很罗曼蒂克的牌啊，这个直接就罗曼史啊。罗曼史是什么？情感跟心情的愉悦啊。我们可以更广义的看这样的罗曼史哦。它更多的是说啊，这个转弯啊，跟你现在的自我价值跟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在2宫，这个金牛座在金星在2宫，这个牌有3个元素在里面哦。2宫是什么？2宫啊，就代表我们拥有的资源以及安全感，而金星又在这里，它说明啊，4月啊会有一个变美、变富有、变舒服的能量。如果你觉得过去走得太累、太委屈、太辛苦，4月啊，你会突然的想通，我不要再过这样子干巴巴的生活了，把自己弄得累得跟狗一样。不，我要再浪漫一点，再罗曼蒂克一点。这个样的一个罗曼史哦，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情感生活上，尤其金星又在这里，还有很丰富的一个情感能量哦，艺术性跟娱乐在里面，但是又配合的金牛的某一种保守跟实际，其实你们的情绪是很冲突的，难怪会出现3把钥匙。你又很想要去保守、实际的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或这样子的工作的促进。甚至关系的促进，但是啊，又希望它能够充满的一种美好、轻松跟更愉快的品质在里面。这其实不难啊，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在你的安全感里面去找到美好，
大家可以理解吗？不用刻意的一定要完全的准备好你才去进行。我甚至看到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浪漫啊，就是一种不期而遇，甚至不会过多的去假设，就让某些东西自然而然的产生。这也是罗曼史在金星这种能量所要告诉我们二组宝宝、第二组宝宝的。小天使都在旁边，可能会给你射来一把非常心情愉快的箭，这代表心啊，有爱的心啊，广义的不一定是浪漫情感，在人际上或跟某些人关系组织的交流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感觉。而且更棒的是，你们下面这一张来了一个联合，这也来了一个爱心手牵手，它似乎一直在透露了你们4月份的某一种美好的感情经验。这可以跟你的工作伙伴上的，也可以跟你的情感对象上的，或者是说某个你想要投入的热情里面会有联合感。这种联合联盟是一种愉悦的感受，但是前提主题你们会在一种某种路线的改变去创造出来。所以啊，这个联合在这边隔壁又来个礼物，我就觉得你们的4月份简直有没有太好，会带来礼物。4月是一个礼物的发现哦。什么人会给你礼物？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是你自己发现到，也是可能给别人给你开创出来的。当你有这样的情绪之后，所以啊，这代表4月的那个转机啊，并不是你孤军奋战哦，甚至可以看到一种强而有力的结合伙伴联盟的关系。礼物也代表某些人来帮助你，这也是礼物，有没有？联盟、联合，或者某个贵人带来的机会哦，很像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掉到你面前。而这份礼物啊，可能是实质上的金钱，也有可能是说让你重拾生活热情的某种契机。它是一个人或事物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更广大的去探索你的4月份即将收到的礼物，不要小看这些人的帮助哦，甚至有这些人的帮助，你也可以改变路线。所以这个改变的路线，我觉得因为大家不同的能量在这里，尽量的把可能的解释告诉大家，感受告诉大家。那我们第一组的宝宝，你有截取到任何有共鸣的部分，或者你有提取到一些提示，那你就把它拿来用。这就是你们今天看到的总体能量的，看起来已经很不错。那细部又会怎么样呢？细部我们一样首先来看你的金钱跟工作的部分哦，工作运如何啊？这边看到了一个圣杯的8号牌，以及金币的王牌。哇，什么意思？你要离开不值得的，拥抱真正的确定跟稳定。离开什么样不确定？这个圣杯8也代表离开，像这女孩子啊，离开这些杯子，打开我的大门就离开了。在工作方面呢，这个牌非常的明显哦。圣杯8就是表示你可能准备或者已经要离开一个让你感到心累的环境。这可以是心累的对象，也可以心累的事件、工作都可以。这是一种情绪，但是这个情绪是来自外在的环境，或者是其他的人际关系或其他的事件所带来的。就更多是这样子的东西，让你情绪产生某一种你想要跳脱、想要离开，有没有改变路线？既然这个环境这么心累，那当然应该要离开啊。虽然那个地方看起来或许还可以还行，但是你心里啊，我觉得你们已经知道，那已经无法给你在任何感情上得到满足或成长了。可能某些人的工作上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说情感对象上有这样的感觉，也有可能。那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是针对我们金钱跟工作，我会更强调在工作上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啊，接着后面这个金币的国王啊，简直是神来之笔啊！这预示着啊，你会勇敢的转身，迎接的你更高的职位或更稳定的收入，或是成为一个掌握资源，对，掌握资源，因为这边本来就有资源，2宫就有资源跟金钱啊，金币
国王也有金钱，会变有钱的可能很大。4月份你可能会有一些收入稳定进入，这不是意外之财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因为你有个礼物，可能是意想不到，但是这个意想不到其实更多是你之前可能累积出来，例如你认真的工作或认真的去拿什么案子或谈什么合约，然后后面你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奖赏奖励或者是那个金钱的增加，这有可能就是你前面的努力那这个礼物以4月就以礼物的形式来到你身边。所以这可能刚才说的你有可能是会有转职或者是换部门，调整这个路线，调整这个经营的方针跟策略之后那你就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尝试剔除某一些你本来，我更多的是认为你会去改变这样的路线或跳脱。刚才说不管换职位还是换部门还是换什么样的人关系这个工作上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要离开这样子不好的情绪。当你离开好处理好了，你就有晋升的可能而且来到一个很高度的金币国王的一个稳定价值。所以这边要给你的情报就是4月份你如果在这方面你想要去做，就大胆去做，去提升。这是一个从追求情感的认同转向追求实际回馈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当你开始看重你自己的专业价值，甚至你专业的一个专业的技术的某一种能见度的话，对你自己看重它的话，这个钱财自然就会跟着你而来，这是我看到的。而且是以一种如果配合你们的主能量，这种本来就很有 lucky 有联合然后有心情愉悦的成分在里面那就很容易达到。这是我看到的我们1号宝宝，如果你在工作跟金钱上目前看到4月份的情报。再来中间来看看你们的感情面或者人际关系看你是着重在哪里这个出现了一个皇帝牌跟一个圣杯的7号牌，这叫粉红泡泡与现实之间的一种摇摆为什么这么说？感情方面有点意思因为圣杯7代表的是4月的桃花或者是人际关系其实选择很多。有这样的女孩在点咖啡，各式各样不同的，到底要喝这个还是喝那个，犹豫不决，选择太多，不是没得选，是选择太多，甚至有一点怎么说？那个乱花渐欲迷人眼，就是很多花朵纷飞，然后迷乱你的眼睛，就这样那种桃花。如果讲在情绪跟感情面的话，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看似不错的机会，甚至是人或者是沉浸在某一种美好的幻想当中。但好在的是有一个皇帝牌这边坐镇，那这样的幻想就不是幻想，这样的幻想就不是白日梦，它有一个实质可能的发生的存在。这代表4月的人际关系或者是说情感关系里面我们的宝宝2号宝宝，你会展现出非常理智甚至有点强势的一面，这也可能是你们的关系人这个阳性能量。这好像这里都在点餐这个点的是咖啡，这个直接就吃了一个素食。控制好自己的热量，其实他没有点的很多是不是？这国王的控制，我可以吃饱，但不会吃撑着。这个国王的控制就是这样，他可以控制的恰到好处，但是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压力。所以我才说，这样子的，在一个情绪上的选择，或者说摇摆，或很多幻想里面的时候，就偏向很棒的一个控制。所以如果你是单身的宝宝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条件非常优越成熟，但是个性稍微有点严肃的对象。控制，我只能吃这么多，类似这个国王。或者是你本身会以非常高的标准来审视你身边的人，
那些虚无缥缈的粉红泡泡，类似就像圣杯七那种感觉，是粉红的泡泡，很难骗到你，因为你会有控制在这边。那如果你已经有伴侣了，已经有对象的话，那你双方可能都会讨论关于家庭主导权或未来规划的一种方向，比较严肃的课题哦。这边会建议收起过多的幻想，用皇帝的这样的实务的精神来处理问题。所以也不是说你们的关系会变得紧绷，我觉得不至于，因为配合着你们原来浪漫的这个主牌啊，神谕在这边的话，你会觉得，这样子的沟通其实还蛮有意义的，不会。可能过去以往，如果在讨论这种现实或实际的话题的时候，会变得很紧张或者很冲突。但是因为4月的能量很美好，改变了路线的过程里面又是一种心情的交织跟愉悦跟愉快在里面的话，它就不至于让你感觉太焦虑，所以可以大胆的去朝这方面去进行，然后收起你们的某些幻想，也有可能是你们本来在暧昧里面的暧昧不清的人，也有可能在这个4月份有可能奠定一些比较确认的可能，例如更进一步谈我们是什么关系，或更进一步让我们的身份再提升。本来是一个暧昧关系，可能就1对1的就固定了，或者说已经有固定的伴侣，那你们的那个感情面啊，会朝向又更实际面去发展，等于说更落实、更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现象。也有礼物在这边，不排除啊，甚至有些人有被告白的机会。这个很控制的国王来给你告白，要不要想很久，甚至他想很久，这种告白就不会是一个你好像不确定的人，或者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的状况来给你告白，因为他是一个他自己搞不好已经蛰伏很久了，然后已经想很久了，那你们终于就不会在这个圣杯七的这种不确定，然后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到底什么关系这样去徘徊。所以看得到是有这样的机会哦，又有联盟在这边，很不错的一个4月份感觉哦。那后面再来看看，那你们的精神生活呢？统合，我们来看看精神生活到底精神品质如何。我来看看1号宝宝，你们出现的是一个权杖，哇，权杖4号跟一个权杖10号，4号跟10号，这个是一个有点冲突的能量哦。先会卸下重担。然后迎来庆典，这在人际我觉得也不排除人际，因为这有2个人哦，所以你的某一种精神生活是能量可能是来自这样子。这个权杖10表示你真的很辛苦了，长期以来你可能背负了很多责任、家庭的期待或者是对自己的要求，让你感到压力爆棚，就像这个女孩呀，手上的这个纸箱好多啊，对啊，但是她靠她一个人。只靠他一个人在搬，有没有？就像很像你们1号宝宝，就是你们哦，你们在坚持某些东西，这个东西可以当作是压力，但是也可以变成责任。责任跟压力就差在哪里？差在你有没有目标，有没有一个愿景。当你没有愿景的时候，就会变压力。当你把这个东西变成我有可能期待到什么，我可能收获到什么，我可以创造什么，那这样子的过程就会变得比较舒适。所以我觉得4月是一个转捩点哦。权杖4是一张非常有名的归属感以及庆典的牌，庆祝就像这2个女孩吃饭，中间还点的蜡烛，在庆祝了某些事情。这代表4月份你会找到一个出口啊，可能是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艰巨的任务，然后终于可以放下那个沉重的木头、沉重的木箱、沉重的权杖。10根权杖不会再背在自己身上那么累，终于可以放下了，好好的去回到自己的舒适感跟安全感里面，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罗曼史的这个所谓的比较情绪的愉悦，不排除有人会来帮你，甚至看到，因为所谓的这样的庆典跟庆祝的一个形式或一个状态，很可能的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所以我觉得
刚才说啊，你们很高的精神的品质是来自于某些东西放下，精神的压力放下的，是来自于某些人的帮助，或者你的情感对象，或者你的合作的伙伴给你的支持，那带来某些专案或某些目标的达成，然后大家很愉快才可以去所谓的开 party 嘛，去做庆典，去做庆祝，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前因后果。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底下，原来如果你自己过得很辛苦很累的话，可以看到即将卸下，所以就不难看到这样的礼物啊，完全虽然还没有拆开但是感觉拆开的东西绝对会让你惊喜了，而且会让你还蛮满意的，刚好是你要的。什么礼物？你可能会卸下你的重担，你可能不需要有压力，你可能遇到一个有点控制欲，但是其实表达的很明确的人跟你沟通，在你的情绪跟情感价值上给你一个好的支持，或者是说在工作里面你终于知道了自己什么东西是该离开的。对，所以这样一个礼物被拆开以后，你改变的路线，我看到4月份就是我们1号宝宝，你们能量是整个是一个转身甚至是某一种境界，很棒这是有一个心灵的悄悄话，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你既然已经做得够好了，4月份就允许让自己去卸载一些东西，不要再一直叫做负债过重，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负能量的加叠去参加聚会，去装点你自己的居家环境，然后当你内在的家园稳定了，你外在的压力就会自然减轻。也有这样子看到，这女孩也像在整理东西跟这个旁边的圣杯八，我觉得有一种异曲同工。整理这个东西可能有压力，但是整理完的时候，你的家变得清爽了，就类似情绪上你也清空了东西之后，也变得清爽。这是我看到你们的精神生活在这边另外一个心灵的一个小提示所以我们第一组宝宝啊，4月对你来讲是一个从平于本命到优雅收获的一个过程。不要害怕那个改变路线的念头，因为转弯之后金币国王的稳定，金币国王有没有带来的高度的稳定，以及愉快的权杖4就在那边等着你所以你们如果有接收到，就好好的拿来用，改变更好的自己，这才是我们塔罗占卜的目的好，这就是我们1号宝宝你们的4月份大情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提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改善更好的自己。那一样希望都有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对，留言让你想显化的东西赶快来到你身边，绝对有用的。那就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Hello， 欢迎第二组的伙伴们宝宝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的光临咯。今天呢好快4月份又快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4月份你的4月份大情报。这个情报会有什么呢？会有你主要的能量，以及你的工作金钱面、感情呢、人际面，还有最后的精神生活的品质，所以是非常的一个全面性的，让你抓住你4月份的能量。好，首先你们的主牌是这张大声公，大声说出来。这个抽到我们第二组的宝宝们，你的4月份的开头可能会有点火药味，因为你们大声的说出来旁边就是争吵对峙，2个领主2匹人马好像在对抗，在争取什么。这种争吵是来自于某一种你想要大声说出的东西，这我觉得非常明显这暗示着你的私生活家庭或者是内心最深刻最深处的一个安全地带被人家挑动起来了，你感觉到不安全，所以才要去争取去说出来。这是一种情绪在翻腾
而巨蟹座在四宫啊，都有跟家庭有关。四宫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情感啊、家庭的根源啊，甚至是某种安全领域哦。然后放在火星，它是比较火爆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当作行动力，也可以当作计划，但是它是比较开创性的，有牡羊座的能量在里面，所以这种冲突就产生了。这很多可能你是为了争取某一种领域的保有，这个领域可以是你的，真的是你的家庭的安全感，或者是说你工作你的某一种的专业性的保持跟保有，所以你根本的，所以你的抗争啊，是为了为自己争取什么？当然别人也是这样，所以才会引起了这样的所谓的对抗的形式哦。火星的这种行动跟愤怒啊，并不是一定会带来绝对的冲突啊。所以我觉得这边的4月份呢，你只是我觉得啦，更多的我们的2号宝宝，你是再也忍受不了某些长期的压榨或者是打压，然后决定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不是说这个情况一直都是在冲突，一直是在打架一样争吵里面，倒不一定有，但是他那个过程可能有点紧张，那你有点受不了，那这可以是任何的压力的来源哦。所以大声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充满了一种能量，活动的能量哦，勇于表达。而这样的勇于表达，你们可能在内心的深处也是担心会去产生争执，所以你们现在可能迟迟还没有运动，还没有运作，你懂吗？就是你去运作的过程，前提要在于说，你现在愿意去为你自己的立场，为你自己的方向去表达出来，让别人知道。先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哦，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但是有一部分的宝宝，你们可能就已经在这样的冲突里面，但是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说你已经说出来了，你们已经把那个心里的话全部都掏出来了，已经决定要掏出来，因为火星这个的能量在这边哦，不管你们处于预备要说还是已经说了，那个过程里面会很快速，而这样子的一个听起来有点紧绷、有点紧张的一个过程里面，后面来了一个期待，一个女士看着窗外在期待什么东西哦，然后来了一个联合，第一组也有联合，这张牌抽出来的时候跳出来一样的哦，我就看到了。如果放在我们第2组宝宝，你们这种联合跟这个期待放在一起，就是说这场必要的沟通或争吵，其实是为了打破某种僵局。你的内心其实一直期待着某一种关系的升华，或者是合作的达成。这也可能是你们的关系人、关系的事件对象，他们正在想要心里的内心深处想要去触动的、去触发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双方都是在于想要彼此或你们双方的关系或者合作的模式更好的基础之下所产生的冲突。所以有这样的冲突的，我觉得品质会更高，所以我才说这种不是一直对立的，一直打压、一直欺压的，不是这样，是某一种东西可能没有流通，例如沟通不顺畅，或者条件没有说清楚，或者感受没有表达出来，类似这样的东西造成某一种误会的这冲突压力。我觉得你们更多是这样，只要你们愿意说出来，愿意去表达出来，用期待你们更好的一个方向的情绪去做的话，我觉得4月份你们非常可以期待这样子的沟通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因为联合在这边可以，甚至可以从这个牌看到，就是你可以期待联合最后联盟缔造盟约的一个成果去达成哦。所以啊，说出来，这意味着通往那个联合的唯一的路径，甚至可以这么说，等于说不破不立啊。不破不立的4月份啊，只要讲开了，你们的双方的心就靠近了，情绪也更加的理解彼此。这是我们看到的2号宝宝这个总体能量，在4月份可以期待一些东西可以突破，但是可能中间会有一些争执，需要争取，需要去大声的表达，
去宣告出来。那后续我们来看那个细节会怎么样，主要分3个部分来看。第一个，你们的工作跟金钱的部分，满腔热血啊，而且蓝图在手，前面就是一个权杖的骑士跟权杖2号牌，骑士牌都是有向前进，也有火能量的存在性在里面。你看这个男生呢，后面好多方案，好多想法，好多想做的东西，一个个点子就是在脑海里面。会不会做？会。权杖就是一种行动牌，行动的牌，所以我才说满腔的热血啊。工作的能量上，你简直是打了鸡血，充满了冲劲。权杖其实代表你有一个想要立刻冲出去，想要证明自己的动力，证明大声说出来，你看非常的符合，行动力绝对满分啊。也可以是你们的关系人，你们去看你们的能量，是你或你的关系人。然后紧接着权杖2又在说，在这个冲刺之余啊，你还站在一个决定未来方向的一个路口上。这个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反正他的手打着电脑，对不对？这2根蜡烛也代表某一种期望，一般是权杖，他用蜡烛来表示你们在搜寻什么？你在寻找什么？这是有一个网络上，或者是说，虚拟空间里面的交流，甚至看得到。这个男孩脑子想的这些东西，也很像是虚拟的东西。所以我不排除你们的工作跟你们的现在的金钱的部分，跟一个比较虚拟，或者说需要线上去进行的部分很多，需要去做沟通。但是可以期待，2根蜡烛那边也代表某种期许，期待跟这个期待是非常相近。有没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你们在这样子的沟通接洽，或许一开始会有一些冲突，但只要你大声说出来，诚心的、诚意的，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你们有这样子的冲动跟行动力，也代表了你们的关系人也有可能，这个能量是可以在一起的。摩托车的声音有没有？也是一种冲动。这种环境音啊，又套在这里，我就更明显看到，这个是一个对方跟你们都有的能量。所以既然你们都已经有这样子的冲动，想要去朝未来方向去进进的话，哇，这个冲突就不要去害怕产生，去沟通，去多多的说出、抒发自己的想法。所以这边要给你的情报，第一个部分，4月份呢，你不会坐以待毙你可能正在规划一个新的案子啊，考虑海外的机会，因为权杖2也有海外世界那个做生意做到国际去这样的机会，或者是想要扩张你自己的事业版图，都是这张牌看得到。这是一个向外看的时机你的脑袋也转得很快。刚才说这个骑士后面的也很多的想法，有没有？什么信件啊、方向指示、灯泡，这代表了很多创意在里面。所以你的脑袋转得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建议在行动的同时啊，也要留意一些时间来做策略。这个是在你的工作跟金钱上提醒的，2张牌就结合在一起。如果你有出差或者是外派或者是跨领域的计划，这个牌是非常支持的所以金钱上也是这样，可能会赚海外的钱，赚外国人的钱，或者不同环境文化的人，类似这样做交流，这种叫做取财之道你有可能是海外的部分很多。可以试着去进行，这是看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工作跟金钱。而且你们不用去紧张，我甚至看到是说，这种所谓的争吵啊、争执，这种你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双方的领地领主，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人马正在做抵抗，这也代表的争取，有没有？大家在争取某些利益或某些权利之类的。但是谁愿意大声的先公告出来，全发起？然后这个联盟是可能成功的，或许你们真的在谈一些什么海外的合约，或者是说比较不同的专业领域的，就是不是在你原来这里是权杖2所谓的另外的版图的可能，那需要做一些
我觉得不要一直讲争吵，我觉得更多是一种争取。这个对抗是给自己的一个跟别人的比较跟比赛，对，比赛这样子想，我觉得会更正面一点。不要害怕，可以试着去做。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打算，但是又有点犹豫的时候，这边牌其实是支持我们2号宝宝去做的，但是你要做好规划，你那个行动啊，把它转化成更实质个计划的方针 SOP， 把它先做出来，那你的成功率其实很高的，这可以期待联盟的。我们刚才一直说，这个女士在这边，阴性，注意一些阴性能量，可能有一个期待的能量在这边哦，可以考虑由他们应该说，满足某些阴性能量的期待，甚至也可以这么解释。这牌有很多的讯息哦，宇宙在这边一起告诉大家，大家就去截取哦，记得是截取，不是全部，因为每个人能量不同，可能你感受不一样。今天看到你可能可以去满足某些阴性能量想要的东西，这个成功率也会很高。有联盟就在旁边，搞不好就是你的另外一个贵人。好，那第2个部分就是感情跟人际面哦，这边来看到了你们2号宝宝，我们2号宝宝出现了2张牌，世界牌跟宝剑3，这个圆满背后有一点痛点了，真实的痛点。情感部分哦，这边哦，这组牌哦，非常的对比哦，而且是强烈的对比。世界啊，代表的是一个阶段性的圆满，或者是某些事情要终结了。而宝剑3呢，是心碎与受伤，而且这个心碎与受伤还在手机上。所以我刚才说，你们有一些网络或者是海外虚拟类似这样的东西，可能也真的是有，在情感上也有这样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你们这个能量是你们自己的，虽然这边讲的工作跟感情，但是它也有可能同时在你身边同时发生，在牵动你，你的能量可能会互相的影响。所以才说这个手机在这边也代表了某一种，可能你们在跟你们的关系人，或者是说情感对象，或者说所谓的人际关系里面，有很多是利用这样子的 App 啊，或者沟通的软件啊去做沟通协调，这可能也存在的某一种问题，很多事情可能说不清楚，那造成心痛、伤心，有这样的能量在里面。所以啊，这个4月份啊，你可能会在人际关系中面临一个真相大白的时刻，因为后面上面来了一个世界牌，就是有某种圆满跟终结，可能是某个看起来很完美的关系啊，突然爆出了一个让你感受到受伤的点，或真实的情况被你发现，类似这样。而且他发现还蛮可能是来自某种讯息的传递之后发现，有人告诉你，或者是你看到某一个消息，类似这样，或者某一个人关系人传了什么东西给你，或者是啊，也代表你终于想要结束一段让你痛苦的循环。你选择要放过自己，这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大圆满。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2个能量2种解释，大家去提取。要么就是为了某一种东西想要去结束，要么就是有些东西带来的某一个真相让你伤心，大概是这样。但是这种世界的圆满，我觉得还是用正向去看哦。很多东西它必须要告一个段落，它有点像后续的死神牌一样啊。这个叫做自死地而后生，不就这样吗？东西死绝了，已经绝望到某个程度，或者低潮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你把它结束掉之后，其实某一种新生就开始了，不是那种野火烧过的山啊，好像全部都废土，但是那些山上面的灰烬其实也是养分，它造就了新的东西、新的植物的重新生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感情面或者是人际关系看到的是某一种伤心的难过，或许一开始会让你无法接受，突然的宣告出来了，产生了心情的冲突，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期待的是后续的某一种新的圆满的达成。你可能达到一个新的身份，或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或者是说大家彼此有一个新的立场，这个表达的立场是反而是进步的，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破坏之后，或者一种某一种结束终结之后的进步，伤口被刺痛之后，但是它会结痂，它会愈合啊，这样的愈合的过程也代表了我终于接受了某些事情，对不对？然后我等于完整的去完结或去圆满了这个事情，对，这个我觉得感情上是可以把它想成，我觉得虽然有一些纠结哦，但是这个心灵上的一个圆满啊，还是可以期待的。所以这边要说的给我们2号宝宝的这个情报就是啊，这是一个人际的课题啊，等于说要接纳你的伤痛。如果发现某些真相让你心痛，请记得哦，宝剑3的出现是为了让你不再幻想，不再被幻想所困，或是被虚构的东西所困扰，因为真实的嘛才会刺在你的心上。当你愿意直视那个伤口的时候啊，你才会真正的完成世界牌所代表的课题哦，然后进入下一个更健康的阶段。这就是我看到的，你们4月份有一个清理哦，情绪清理的过程，但是会达成圆满，可以期待，而且期待新的某种联盟了。这也有个爱心，2个人手牵手，我觉得不排除啊，新的或者是某种旧的东西重新展开这个新的关系、新的身份、新的成分被加入在里面。对，你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但是可以试着去接受。那精神上，我们来看看后面这2张牌，你的内心精神是从匮乏到丰盛的一个流动。这边有个金币5，然后金币6，最后我看到你们内在的状况啊，金币5跟金币6的结合，就描述了一种感觉被遗弃，但是最后却还是得到支持的一个转变啊，是不是跟你隔壁也很像？就说这个能量绝对是有互通的。那你可能最近在精神上会感到孤立无援啊，或者是觉得好像没有人懂你，然后或者是有一种深层的匮乏感，就是金币5所带领出来的。但是金币6来了，金币6这边在说什么？他说4月份啊，会有外在的力量来支持你，然后你终于学会了如何去平衡内心的给予与索取。内心给予跟索取的平衡，这也代表你跟别人、其他关系人的一种平衡。施与受是和谐的。这个人在download什么东西，有没有？download now， 然后 share， 它是一种互相的，所以你们会得到支持，原来你们没有的，但是会得到。我觉得也不排除某一种对抗，或者是说内心的挣扎之后，有没有？所产生出来的新的东西。所以啊，这边的一个精神的提示啊，就是你的4月份，如果你觉得累了，你可以向外去求助，不管是找朋友去倾诉，还是说找专业的咨询，你都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啊，是有资源可以支持你的，是可以支撑你的，是可以接住你的。不要认为什么事都要一个人扛啊！你可以 share， 这边也有这样 share， 我觉得你也可以把你想要去抒发的东西去抒发出去。你承担了之后，也要记得抒发，这样自己的心灵才会健康，才会平衡啊！每个人都要知道这样，不要要懂得去做到平衡，而不是只是一直装，一直负载过量了，然后自己就崩溃了。对，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去寻求外援哦，你会找到新的支持哦。当你不再把自己锁在这个金币5的这种风雪当中，金币5原来就是风雪里面一个人啊，2个人啊，2个人独自走。你看，其实有2个人，也不是1个人。对啊，搞不好有人跟你一样，他也可以理解你的。那你可以寻求帮助之后，那金币6递来的这个手啊，那神来之手，其实就是一个帮助你的力量。
学习接受恩典的月份，4月份，我就会看到我们2号宝宝冲突产生之后，但是会达成某种圆满，去期待这样的发生，去享受这样子的过程，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伤害，只是心痛，去理解这个功课，学会了你就进阶了，你就可以打怪升级了，下次就不怕了，甚至是这样。所以第二组的宝宝，4月份是你夺回发言权的月份哦。无论是工作上的新蓝图啊，还是感情上的断舍离啊，这一切的震荡都是为了带你走向更加平衡的未来。虽然过程可能有点扎心啊，但请你一定要相信，这场风雨过后啊，天空会更加的晴朗啊。这个是我今天看到的。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一样提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改造更好的自己。那这才是我们的占卜的目的哦。一样哦，希望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留言就让你想显化的东西赶快来到你身边哦，这是真的有用的。OK， 那就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Hello， 欢迎第三组的宝宝们、伙伴们，大家好！好快啊，我们4月份又来了，又快到了，所以我们来做一个4月份你的大情报。这情报内容会非常的丰富哦，除了主体的总能量以外，还会针对你的金钱以及工作，然后接着还有你的情感跟人际面，最后精神的品质如何，全面来看。所以啊，一定要看到最后。那你们抽到的这一张主牌就是2号宝宝，你们现在选中了这一张很冷静的牌。这个牌其实很温暖的阳光哦，在山头里面慢慢出现，然后水面很平静，旁边有花朵很芬芳。这个感觉氛围就如同他的说的关键字一样，冷静平静。所以啊，第三组的宝宝们啊，你们今天抽到的牌啊，告诉你要冷静，但其实后面的神谕卡不太冷静，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冲突性在里面。这显示着哦，你们哦外在的机会非常多，而且充满了火的能量。这边有看到一个着火的能量，代表去拥抱希望、拥抱爱啊，拥抱那个热情啊，甚至让他应该说你外在有很多吸引力。我觉得更多是外在，不一定你内心有，因为你主要的能量反而是平静、冷静的，搞不好你就在做判断。所以这样子的很多机会、很多能量的吸引呢，在这边看到了。很冲突性，这代表4月份啊，你会面临的很多选择，特别是在人际关系或合作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的这张牌里面有一个天秤座，还有在第7宫，而天秤座在第7宫，这有优柔寡断的感觉在里面，所以你面对了很多很好的机会，你又会有点犹豫不决，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主体的底蕴哦。你们4月份有点挣扎，有点纠葛在这里哦。好多条件都很不错，好多活力，好多热力来到你们身边，甚至是很多机会，但是你会有点犹豫不决。而这样子的一个水瓶座，就是一个在天平两端去做决定的这种星座，大概理解吗？想要寻求某种公平性，好难决定呢。你看这个小天使在光明处，那背后有一个好像很抑郁的另外一个人的形象，是双面的，它同时存在，这才是让人家很干扰的部分。那又在金星这种充满了艺术跟娱乐跟愉快的精神成分在里面，就变得非常的纠葛，然后又整天又在摇摆，想要守护某些东西，所以你会面临这样子的太多的选择，才会陷入这样的优柔寡断的循环哦。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才最划算，这才是重点啊，关键字到底什么是最好最棒？想要拿到那个最有利益的部分。最棒的选择，但是知道吗？生活、生命没有什么叫做最棒、最好。就像你每次买股票好了，买基金、买什么，很想买在最低点，但是通常还有更低的点，对不对？
如果你不进场，永远都进不了场。所以优柔寡断，我甚至看到的是说，冷静去看看这样子的机会吧。这样的火爆的能量到底是关于什么？是真的你想要需要的东西，去分辨清楚。这样子你会让你赶快脱离这样子的犹豫不决哦。所以这边要给你什么情报？这边要给你一个好运当头的情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4月份的能量啊，这个机会看起来都非常美好啊。有火能量，又一个像天使一样，还是女神一样在撒钱，有没有？这好运当头这个字直接就这样讲。这似乎看起来是个机会，但是你似乎有点犹豫，你也会担心到底后面会怎么样，所以你必须强迫你自己冷静下来。我觉得4月份也有这样能量，但是我认为宇宙是支持你想的去想清楚什么是对你最适合，不要最佳利益，最佳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你的纠结，因为你想要拿到那个最好的方案、最好的选择。但是就像刚才说的，没有什么叫做最好，当下你觉得可以，你觉得适合，就去进行，这才是最好的时机。对，最好的时机。所以你不用急着在这样子的热血的上头、热血上头或情绪上头的时刻去做决定哦。虽然火的能量啊推着你往前冲，像一团火球一样一直吸引着你，但请发挥那种天秤座的优雅跟平衡哦。先深深的呼吸，让心平静下来。你的好运啊是建立在精神选择之上的。这样有点难懂了，就刚才说的，你的精神的摇摆跟犹豫，先处理掉了，你解决掉了，你的好运就来了。你的摇摆不定才是重点，不是外在的环境摇摆不定，他们的条件其实你是可以抉择的，好跟坏是可以抉择，但是你有什么样最适合的时机进入，这才是你的智慧啊。所以才说这个所谓的平静下来的心啊，你的好运才会建立起来，就是这么说，平静下来。这是我们的3号宝宝很特殊的一个能量哦。这个纠结在于你自己，不在于别人。如果你抓好你自己的问题了，其实外在的因素完全都不是问题，他们似乎看起来甚至是好的，因为你优柔寡断的丧失了这个机会，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只要你冷静认真的，不是被吸引了，不是被引诱，你就可以好好的去考虑一下，那这样的东西我是不是可以去拿取，我是值得获取的，然后这样的摇摆就会得到改善。不要一直想的最好啊，最佳时刻、最佳利益，这样子啊，你比较容易在一个适当的时机进入你该去做的事情，然后去解决掉一些事情，而不是一直延宕。这很怕延宕，优柔寡断就是怕延宕。而且它在第7宫啊，7宫代表的是一个所谓的关系合作，甚至婚姻的平衡哦。所以要记得，尤其是在这几个方面，如果困扰你的话，你的内心的实在是最重要。再来细节来看，我们一样有分哦，来看细节。这边首先来看你们的工作跟金钱，工作的金钱这个看到什么？这个欲望带来的强大的推动力，前面就来了恶魔牌，然后权杖4，哇，在事业跟财富上，这出现了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组合，因为恶魔牌出现就是有欲望，跟这个火很像，非常像。恶魔代表你对成功、对金钱是有强烈的渴望跟野心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赚钱机会正在出现。虽然恶魔有时候代表束缚或者是说一种干扰但是配上权杖4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这份野心有机会带来实质的成功。这2个女孩在吃饭，开心愉悦，这是一个庆典的意思。权杖4有稳固的一种你可以当做一个婚约、合约，或者是一个宴会、一个典礼。为什么要宴会跟典礼？就是有东西成功了嘛，所以有机会。但是这个欲望一旦
你没有处理好吧，恶魔的欲望会变成邪恶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冷静跟平静似乎就有它存在的很大的意义，尤其又是你们的主牌，你要好好的去控制这样的欲望。它可以，它甚至充满活力，充满热情，充满可能性的，但是不要让它失控，那它的成功性就非常的高。所以这边要给我们的3号宝宝的这个所谓的职场上、职业上的这样子的情报的话，就是你的4月份啊，你会非常的吸金，金钱的金，但也有可能因为工作量极大，让你有一种被合约或被责任绑住的感觉，有没有恶魔牌？不过好消息就是这份努力会换来非常稳固的一个成果。如果你正在谈一个长期的合约，买房啊，或者想要创业，权杖4都预示着这是一个可以去执行的方针，它是可以带来欢庆、落实跟稳定的机会的。到时候可能有庆典、签约仪式，有没有？这就代表的是一个仪式。仪式的背后是什么？某些东西要成功。好好的控制，这是看到了你的金钱能量跟你的工作能量啊，一定不要去让这样的摇摆啊，反而束缚你，那失去了某一种机会，我觉得有点可能会这样。当然是要你虽然是去冷静的思考、冷静的去判断，但是如果一直不断的这样摇摆，这个小天使跟小恶魔，你内心的小恶魔一直在那边拉扯的时候，你永远做不了决定，机会就没了。所以我看到是有可能，只要控制的好，成功就是指日可待了。火的能量啊，你可以成为光亮，也可以野火燎原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很难控制的力量，但是它一旦控制得当，其实会产生很好的一个化学效果。所以这边的提醒，如何用智慧，这个就是你们的智慧了。这个好运还是的确当头啊，我觉得这张牌出来就是还是有好运会来到，但建立在你必须控制好。所以在金钱工作上，这边的情报就是这样啦，有机会赚到好的，应该说赚到不错的钱财，有入账，甚至可以看到。来，这边第2个部分，感情跟人际面，这边说到什么，这边就不太一样。他说要放下掌控，然后拨开迷雾，因为来了一个金币的4号，以及我的月亮牌。相对于你刚才的事业的那种冲劲啊，感情这一块就显得比较压抑一点哦。金币4跟月亮的一个组合显示，你现在可能正抓着某一种安全感不放。这女孩坐在保险柜上，旁边有2只狗，这是2只狗是不是？她在觊觎她的宝藏、她的钱，她都觉得安全感的东西，她觉得受到威胁，她必须要坐镇在这里。不容许我的东西有短少，这是一种保存跟储蓄的概念。但是储蓄过量的时候，就变成过足不前，或者是说会不安，会担心损失。这是过度与太少都不行，就是这样，要适度。你可能在一个关系里面感到不安啊，因为月亮在这里啊，所以是因为看不清对方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子的一种安全感的有点摇摆，或者想要去保存的话，也不是没有理由了，因为月亮的那种焦虑在这边影响着。有可能是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是你们的关系你感到焦虑，所以你把你的心啊就把它关起来了，像那个保险柜一样，或是变得很有强大的占有欲哦，就像这个女的要那个女孩要坐镇在这里是类似的状态哦。这是一种试图用掌控来获得安全感的一个牌哦。但是啊，我觉得这要给3号的宝宝们建议就是，
这个4月份的人际面跟感情面可能存在一些没有办法说出口的秘密哦，这也代表了神秘的东西、未知的隐忧嘛。月亮牌，或是很模糊的情感或身份关系。但是啊，越是看不清楚，你就越想要抓紧，这就是现在的能量。但这样反而会让对方感到窒息，所以建议这边3号宝宝，你还是要试着松开你的双手，不用坐正在这里啊。你该有的东西，4个金币其实是一种土能量，蛮稳固的状态。你不要去过度的贪心，想要保有全部。你理解吗？就是你的生命历程才会往前进，而不是手的某一种状态，然后以为它就是这样，就是最安全的。有时候放手才是安全的，这是需要练习的。你如果抓得紧，别人就会逃得快，这也是这个能量里面看得到的。所以你越松弛，越放松自己，我觉得是更好的。优柔寡断在这边，跟这个月亮牌也非常的呼应哦。很多的情感流动，想要抒发，但是就像这个保险柜一样，你又把自己锁住了。但是那个被锁住的情感，你又没有办法去抒发、去松懈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那这样的情感谈起来就会非常让人家痛苦，所以不要这样子。我觉得可以试着让这样的东西去流转，就是我刚才说的放手。你越松弛哦越好，好运可能就来了。那个好运的女神就给你撒金币，这代表是实质上的东西。会有东西会落实，不一定是要抓得紧紧的，你才会整个都是你的。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练习，但是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试着去办到了。所以去松开你的手，去松开这样的掌控。当你不再试图去控制所有的细节的时候，月亮下的真正真相啊，反而会自然的浮现，对吗？突然就知道，突然就懂了，你就没有那么纠结了。那么3号宝宝的功课，这个感情跟人际的部分会比较纠结一点。好，来看看精神面，精神面也是可以参考，看看那后面精神你会怎么样。哇，来了个女祭司，个正义牌，直觉与正义的最后的审判，就是你们现在牌直接破题的。所以你们的内在的层次其实非常高啊，女祭司在这里，而且又跟那个正义同时的出现的话，这代表你的直觉在4月会达到巅峰。你不用去听从逻辑，也不用去听从理性，不用听从外在任何人说的条件或说法，就听你自己的就好。你就可以听到你内心深刻的那个沉静的声音，就是女祭司给你的最高的连线。等静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去冥想。而正义牌也在预示着说，4月你会给自己的人生做出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决定，这可能是一个关于是非对错的厘清，或者是给予自己一个合理的交代。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的认同跟自我的照顾的一个最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个合理的交代。我不用给别人说明，我要给我自己有一个交代就好。我觉得这样子最好的方式就好，这样你的精神生活其实是会得到一种控制，甚至是一种平静。这个女孩被蒙着眼，这个正义牌，但是她这个天平一高一低哦，所以还没达到平衡，这是我现在看到。但是最高女祭司既然说了，你既然可以从平静里面，等于说你最后可以达到平静的状态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天平是迟早会平衡的，你会迟早去解决它的。所以这边的一个心灵的悄悄话，要告诉我们第3组的宝宝们，如果你4月啊感到迷茫的话，就去
做，去冥想，或者进行一个灵性的学习，跟自己的内在去对话，去看看自己的内心，不要去从外寻求解答，而是要从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女祭司的力量会带领你穿透这个表象，你这个月亮的担忧、干扰跟焦虑就会消失。所以最终正义就会让一切回到它该有的位置。你不需要偏激，你只需要保持客观，宇宙就会给你公道。甚至是这样，有没有？这个鸿运当头的这个女神也代表像命运之轮一样，她会来帮助你。但是你先达到你想要的公正跟正义到底是什么，你自己要有个标准。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的话，宇宙不会给你那个东西的。你非常认定，好，就是这样。不是所有的牺牲或所有的退步或所有的获得就才叫做正义，才叫平衡。这要有相对性的，跟你的关系人或关系的团体关系对象，你要去找到一个真正你们适合的方式，理解吗？这样运转了，宇宙的方针就是要和顺嘛，不是自己一手抓、一把抓、全然的控制、全然的好处都在你身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对。宇宙的能量一定是平衡的。那当你理解了有失就有得，这个金币4的这种想要去保存了，害怕损失的这种焦虑也就会散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灵的小语给大家，给我们3号宝宝一个提示所以我们3号宝宝4月份是你们的修炼定力的时刻，有很多外在的大好时机、大好机会，这种鸿运当头来到你身边然后甚至你内心还有一个很深邃的直觉力，想要去冲动的想要去做。这是你要处理你情感中的不安不去过度的掌控，你就可以在4月份这个强大的能量场当中，优雅的收获属于你真正的正义的果实。这个宁静冷静的牌在这里，拿出你的脑袋也不是拿出脑袋，拿出心，就更多是心这就是我们的3号宝宝的情报，心情的平静，做最好最适度的一个安排，相信这个安排，然后就去做。这就是我们3号宝宝的大情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提取你有感应有收获的改善更好的自己，然后给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绝对是显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不要以为这样不可能。你可以写下来贴在你的那个笔记本上，还是就直接在你的手机的那个底图上就改成你要的东西，就直接把它变成文字变成图片，就把它当做底图。你每天看着它，那个事情就会发生，真的是这样。这个是念，你要转念转心，你的磁场才会跟着转，不是我心里想过就算了，然后你没有去执行，你有没有去加强它，那就是完全没有用的。这是一个方法希望大家可以真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影响更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占卜的目的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然后谢谢大家再次的收听与收看，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